航权是珍贵的资源，各国遇到航权问题时，通常都会本着公平对等的原则予以协商解决。例如，中国与美国最近一次的航权纠纷，由于美国交通部的法规限制，中国现在新增的美国航线都不能使用俄罗斯领空，必须与美国航企的运营环境保持一致。这使得中国一些从美国东海岸归国的航班不得不在西海岸经停，成本大大增加。美国这一政策被称为用或者失，英文叫做 use it or drop it， 其主旨是航空公司一旦申请了一条航线，便不能够轻易放弃，如果不使用或者航班取消的比例太高，那么就只能退出，不能你想飞就飞，不想飞就不飞。这个原则是相对科学的，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套用，中国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度，不然航空公司有客流就飞，没有客流就停，乘客的权益得不到保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中国在疫情最困难的时候，仍然一直保留了少数的美国航线，这些航线一直坚持飞行，所以直到现在还可以使用俄罗斯领空。而美国公司因为全都赌气不使用俄罗斯领空，现在只能绕道。航权资源非常珍贵，对航空公司不能轻易放弃。那么如果航空公司因为一些情况实在飞不动，但又想保留航权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也是有办法的，就是申请豁免。疫情期间，各国管理部门大量豁免了航权违规，直到2021年底才陆续正常。但中国因为2022年12月起才逐步恢复美国航线时，被判定原有航权已失，只得重新申请，因此才遭遇了不能走俄罗斯的悲剧。所以重新申请难免有风险，最好还是申请豁免。现在日本航空遇到了难处，向美国交通部提出了豁免申请，主要是近期日本的地勤人员奇缺，没有办法满负荷运转，日本航空于是向美国申请大阪往返洛杉矶的 JL 6栋和69航班不遵守今年夏秋，也就是3月31日到10月26日期间的 use it or drop it 原则，也就是说自己暂时不飞，期满自动恢复航权，到时候再决定飞或者是不飞。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虽然好，但这种事情涉及到自身利益，也还是要有一点说法的。不过美国接到申请后很痛快的就同意了。原来日本民航局在2024年1月曾经发出过通知，今年夏秋航季广泛豁免了因为受到俄罗斯领空影响的国际航班，也就是说从3月31日到10月26日，美国的航空公司不使用日本航权的话，过期并不作废。这样一来大家就扯平了，不使用的航权不会丢失，到期也不需要重新申请，所以日本航空现在也不用担心航权 drop 的悲剧了。本期就聊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